歼16作为巡台飞行的主力战机，引起了各方的关注，其综合性能更是完全碾压对面岛上的空军战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进入10月国庆节假期，美国军队仍然不消停，频频出动航空母舰举行大规模军演。在3到4号开始，美方大张旗鼓地集结了由美国尼米兹级航母里根号、卡尔文森号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，携日、加、新等国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，其指向性明显。与此同时，我方组织大型空中编队飞行，以应对各种的突发事件。从10月1日至10月5日，先后组织数次大规模的巡台飞行，总架次达到了破纪录的145架，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情况。专家认为，近几年台海、南海局势波涛汹涌，乌云密布，美国在此地纠结大量盟友举行军事演习，针对中国，同时还向台湾当局出售了66架 F-16V 战机和剩下数十架 F-16战机的现代化改装合同，给我方造成了不小的困扰。而我军此次进行大规模机群飞行演训，就是在捍卫我国国家主权的同时，对于这些国家和岛内的某些势力的一个警告，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和能力，这一点是无可撼动的。不过，大陆对面的台媒却不这么想。每次解放军战机巡台飞行，他们都声称尽在空军掌握，可以应对解放军战机的袭扰。那么，事实果真如此吗？虎妞注意到，有网友就10月1号至10月4号这几天数次绕台飞行的145架次战机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。他发现了出的最多的就是歼16战机，这几天出动的歼16战机为80架次，基本上占到了145架次的55%左右，可以说是巡台飞行的主力战斗机了。专家认为，歼16战机作为我空军目前最先进的4代重型战斗机，综合性能在空军中仅次于歼20隐形战机，可以说是最强的4代战机之一，将是台当局空军的最大对手。专家认为，歼16战场万金油的特性，则是其被当作主要巡台飞行战斗机的主要原因。作为一款重型的4代战机，歼16的性能是极其出色的，可以进行对地面目标的打击、空战、反舰攻击和电磁干扰攻击，基本上没有歼16干不了的活。因此，歼16无疑是应对台当局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。目前，台当局正在大力发展不对称战力针对大陆，空军正在加大力度增购 F-16V 战机，并且已经达成了交易。因此，台当局空军未来将有150架以上的先进4代轻型战机。陆军方面则加紧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1A2T 主战坦克，以及数十辆 M109A6 自行榴弹炮。海军方面，为了针对大陆的航空母舰，台当局大量建造排水量400至500吨的导弹艇进行应对。这种导弹艇可以搭载8发台军方自行研制的雄风系列反舰导弹，对于我方的舰船是拥有一定的攻击能力的。而歼16针对这些目标可以说是得心应手。首先，针对台当局的主力 F-16战机，歼16的综合则完全碾压的。歼16的装备的新型雷达和综合电子系统都已经全面地超越了台当局的 F-16战机。另外，歼16还可以挂载超远程的空空导弹，在100公里之外就可以击落 F-16战机，所以台当局购买再多的 F-16V 也没有用。歼16对于地面的目标可以进行饱和打击，可挂载数十发步洒器，在电子干扰机协同掩护和无人机的侦察下，可在敌方重兵集结的地方发射用以步洒器覆盖式打击。据统计，一个4机编队的歼16携带的步洒器可以一次性歼灭敌方一个坦克营以上的编制单位，这将极大地削弱敌方装甲部队的作战实力。海面上的目标同样也逃不过歼16的打击。歼16可以携带多发 YG-12 超音速反舰导弹，对台当局的导弹艇、护卫舰、驱逐舰进行饱和式超音速打击，将其彻底的击沉。对付敌方防空体系，歼16D 咆哮狼战机可携带干扰吊舱和反辐射导弹，前出干扰敌方雷达信号，捕捉敌方的雷达信号，并定位后迅速发射导弹予以摧毁。如此一来，基本上敌方海陆空目标基本上就被歼16所包圆了。
不过也有朋友提出自己的疑问，如果派遣歼20作为主力，是不是更适合？军事专家则认为可以，但是没有必要。光是歼16就足以对抗台当区的所有战斗机了。歼20虽然对空能力远比歼16强，但是对海对地的打击能力就不如歼16了。而且歼20的数量本来就不多。俗话说得好，好钢用在刀刃上，有资格和歼20较量的只有 F2和 F35这2种隐形战斗机， F16还真有点不够格。因此未来的一段时间，歼16将充分发挥其性能优势，提升我军体系化作战能力，它同时也将是台当局战机最大的对手。